大家好，我是小瓜，今天不说书，又来做一个我的自我挑战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频道上多了很多拼图的缩时摄影，那是因为我个人兴趣其实就是拼图。大概从前年疫情开始的时候，在家工作，我就开始一头栽进了拼图的世界。经过这几年的心得，我发现困难的拼图有4种。第一种是图面很复杂的，像是这个风景的拼图，它的树就是超级难拼。我本来以为只要按照那个树的枝条去拼下去就可以了，结果拼到树叶部分之后，每一个拼片长得都一模一样，拼起来超崩溃。大概花了我比一般的拼图还要更多好几倍的时间。或是有一种拼图叫做拼中拼，是指一般的拼图上，它的图面又是另外一幅拼图，这两个加一起就是视觉错觉的极致。但我目前是还没拼过啦。那第二种的难是指拼片数量很多的难，像是这个5000片的拼图很重。那时候我大概前后拼了半年吧，而且中间好几度想要放弃，这辈子大概也都不想要再拼这么多片的拼图了。第3种难，它既不是图面很复杂，也不是拼片数量很多，但是就被称为拼图当中的地狱，叫做纯色拼图。像我今天要来拼的纯白地狱1000片，它就没有任何图面，完全就是封面长这样的白色的，但据说难倒了无数人。今天就来看看我要花多久才可以把它完成吧。好，那现在大概花了半小时的时间，已经把所有特殊拼片分出来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有特别把它分同的方向，这样等一下要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对一点。然后刚刚因为桌面空间实在是不太够，所以我也进行了普通拼片的，就是稍微先第2次分类，把上面窄下面宽的这种普通拼片特别挑出来。那接下来应该就是要来拼边框的部分了。现在已经拼20小时又32分钟，然后第3天准备要开始拍，现在进度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是30个小时，2点25分，有点想放弃。大概才拼了1/3吧。56个小时，拼完了，纯白地狱，真的是很地狱，耶！怎么样？这个伤害身心的地狱。啊，好，我觉得我可以整理一下，拼完的心得，还有拼的过程中一些技巧，然后明天再来拍摄吧。总共花了56个小时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一点，真的是非常的累，但也非常有成就感。现在有很多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不过我会先从我是怎么拼这幅拼图开始的，讲一些拼它的步骤以及小技巧。以我拼图来说，我最先做的事情会是分类。分类在所有拼图当中都是很重要，但对纯色拼图来说尤其是，因为如果你不分类的话，几乎是无从下手。以这幅纯白地狱来说，它是标准的25×40的千片拼图，总共就会有126片的边框，这会是你最早可以把它挑出来，是最早可以完成的部分。那剩下的拼片依照它的凸角数量可以分为6种。首先是拼片数量最多的2个相对角的，那这我会把它称为普通拼片，剩下则是特殊拼片，有没有角的、1个角、2角、3角、4角的，这些合称为特殊拼片。那做好大致分类之后，我会把分出来的特殊拼片都放进盒子里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桌面，然后就会从边框开始我的拼图。拼边框其实也没有太特别技巧，大概就是从4个边开始，然后看好它们的拼片形状，一个个去试。总之把它拼出来就对了。
边框拼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中间真正的地狱的部分了。中间这874片，你唯一的线索就是刚刚拼好的边框。那所以我这边整理了3种方法，让你在拼的时候可以有技巧，稍微快一点的找到对的那个拼片。首先呢是特殊拼片，我们刚分类的特殊拼片就会是你在拼拼图的苦海明灯，因为它们的数量最少，所以你可以拼最少次的数量，你就找到对的那一片。你要怎么知道特殊拼片要上场？认2种图形，一种是这个形状，旁边2个凹的这种尖角形就可以配这3种特殊拼片。那这旁边2个凸的这种形状呢，则可以配这3种特殊拼片。所以只要认得这2种形状，看到的时候往特殊拼片去找就对了。第2种技巧则是有点逻辑推理的成分。一般我们看到的拼片通常是凸凹、凸凹、凸凹的，所以如果你看到2个连续的凸角或2个连续的凹角，那边一定有特殊拼片。一样，特殊拼片就是我们的苦海明灯，看到了就优先拼上。像是这种2个连续凸角的，如果你要放一般拼片的话，它放上去一定会打架，所以当中肯定会有一个是特殊拼片，像这样，甚至它有可能2个都是特殊拼片。总之，这种连续凸角就是明显的记号。那像这种长达5个的凹角也是一样，当中一定会掺杂着特殊拼片，所以如果你看到2个以上连续的凸角或凹角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最后，毕竟特殊拼片还是占少数啦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特殊角，没有看到连续凹凸的话，你还是得面对成堆像地狱一样的普通拼片。所以我通常会把它们再做2次分类，像是这种不对称的，左边短右边长的，或是上面细下面宽的，还有特别大特别小拼图，会把它们分类成不同的盒子。所以你在前面缩时影片当中，常会看到我会拿着不同的盒子去做比对。我通常会先看一个大概的形状，然后优先从这些盒子当中去找，比较不会茫茫拼片海当中没有方向。利用3大技巧可以减少你埋头苦试的时间，但最后其实还有个大绝，那就是盒子。一般的拼图盒子上面是它的图面，但纯白拼图它上面印的是拼片的形状，所有拼片都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利用盒子去找到你要的拼片。很难啦。但用了以上的技巧，其实中间还是一度拼到想放弃，尤其是一开始你大概1个小时能拼上1片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会觉得所有拼片看起来一模一样。所以我觉得灯光其实蛮重要的，尤其是白色的拼图，你看久了其实会觉得它们一片白茫茫，有这种雪盲的感觉。如果你可以适时的换一下灯光，比如说在旁边加个台灯，或是有台灯的时候把台灯移掉，如果可以适时的转换一下灯光，会比较可以保持你眼睛的辨识能力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底色的选择。毕竟是纯白拼图，千万不要在白色桌面上拼。然后我的分类盒也尽量选底色不是白的，像是米色或是灰色的盒子，这样在分辨的时候你比较看得清楚拼片的形状。好，那话说回这部拼图，它虽然又难又花时间，但好处是拼片虽然松松的，彼此的牵合度却很好，应该是刀模设计的很不错吧，不会让你拼错了却没发现。相较起来，同家厂商出的迷你拼片就超难的，拼片又小又没有特殊的拼图。所以会让你常常拼错了还没有发现，连续拼了很多才发现要重来，那真的是很挫折。那幅拼图到现在我只拼了一半，是唯一一幅拼图我真的想放弃的。这次的纯白地狱房还比较简单。当初买这幅拼图时，老板还好心的说：“你确定吗？它会消磨你对拼图的热情哦。”我觉得虽然过程当中有不少煎熬时刻，但它图面舒服，拼片牵合度很好，不会有拼错打掉重练的状况。虽然整体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但还是蛮好玩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拼过纯白拼图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说你花了多久时间，还有用了哪些技巧。还有想看我拼哪些拼图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我是小瓜，我们下次见。